6月不仅是高考季，还是高考志愿的填报季。在这个时候，高考的孩子和父母在紧张等待成绩的同时，多少也会发愁之后该报哪所大学。趁此机会，张雪峰推出的高考志愿填报课也是备受追捧，没上线多久就一下子卖光了，短时间内他就轻松赚到2个亿。然而这些年来，张雪峰靠着自己能说会道的嘴，总在反复的砸人饭碗。先不说他一句话就让众多企业家变得哑口无言，光是他跟新闻学专业的口水之战，就让他在网上遭到一片骂声，甚至一度他还被各个专业领域进行抵制。不过虽然张雪峰在网上被骂害人不浅，误导公众，但每到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总是有众多考生的家长愿意听信他的话去填报专业。我告诉你，我自己公司的员工没有一个重点，所以说你是世界企业500强。对，但是如果只以世界这绝对是张雪峰的高光时刻，一句话便赢得在场所有观众的欢呼声，而跟他抬杠的企业老板也是被变得哑口无言。然而这已经不是张雪峰第一次这么敢说了。当年张雪峰还在学校当教师，靠着自己独特的骂街式教学和相声式讲课，成为网上最火的教学老师。虽说在部分人看来，他这种哗众取宠的教学方式有些不务正业，但依旧挡不住有诸多考生与家长被他所吸引。作为齐齐哈尔大学的一生之敌，张雪峰多次利用这所学校取得出圈的名场面。例如有次学生想要了解考研学校，张雪峰也是直言不讳地劝学生考虑一下齐齐哈尔大学，不为别的，只为这所学校不用做考研前复习，老师就会把卷子发过来，确保你能够考上。当别人都在准备复试的时候，而等待你的没有复试，只有欢迎仪式。之所以这么说，或许还是因为齐齐哈尔大学的名气不大，很少会有学生前来报考，于是为了学校的研究生较量，学校的入门标准会低很多。之后在参加综艺演讲节目时，齐齐哈尔大学更是多次成为他的范例。仅凭一句全世界500强都告诉你学历不重要，但是他们不会去齐齐哈尔大学招聘，随即引起在场诸多企业老板的不满与质疑，但也都被张雪峰一句因为你不是世界500强而驳回。正是因为他敢说，才得以揭开多所院校的神秘面纱，也让正踌躇于填报志愿的准大学生们有了充分的了解和把握。例如在得知有家长想让孩子学习烟草专业，毕业后直接进烟草公司时，张雪峰就曾明确表示，烟草、电网这类公司不是你学习本专业就能进入对应公司的，这类公司都是要有考试的，而且对于普通人家的孩子来说，连考试的资格都不一定有。他这短短的几句话，无疑揭开一个行业内部的潜规则。也许是张雪峰的话说出了众多民众的心声，于是在此之后，关于烟草与电网的招聘潜规则，大家也都是议论纷纷。这一规定的实施，不仅让众多没有家世背景的学子看到了一丝希望，也让张雪峰逐渐被资本盯上。至此，网上便开始出现不少关于张雪峰负面的新闻。但对此张雪峰并没有放在心上，之后的日子里依旧我行我素。先是爆料了金融学这个专业并非家长想的那样一劳永逸，尤其是对于女生而言，金融就是看脸的专业，毕业后但凡长相不过关就是死路一条。随后他更是放出豪言，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劝人学法千刀万剐。而他随口说出的这句顺口溜，直接导致医科学类专业与法学类专业成为学生填报志愿的雷区。不过话说回来，虽说张雪峰一直在各个专业领域的雷区蹦跶，也受到过诸多打压，靠着敢说真话的这股蛮劲儿，每年高考季依旧会有不少考生来找他咨询填报志愿的意见。去年12月份，张雪峰再次被网友们骂上热搜，这回不仅是众多资本家在网上找他茬儿，就连许多普通民众也在网上纷纷指责张雪峰这回话说的是真有点过了。而事情的原委还要追究到此前他在直播时说的一句话，服务业总结成一个字儿，就是甜。爷，我给你笑一个吧。此话一出，便有不少文科界大佬坐不住了，要跟他在网上争论。要知道，如今为了平衡好文科与理科，教育部也是提倡文理不分家。
在这种大局观念下，张雪峰依旧在贬低文科生的位置，也难怪他会受到网友的讨伐。更有一位文科生顾妍佑在听完张雪峰的直播后，直接表示自己对这种说法不接受，并认为张雪峰此话是在矮化文科生，于是便向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张雪峰就这种不当言论公开道歉。而这回不少民众也纷纷谴责张雪峰说错话了，此情此景也不难看出，这一个舔字深深伤害了众多文科生的心。看着网上充斥着对自己的各种讨骂声，张雪峰也是紧跟着在自己媒体账号上向广大网友道歉。之后他开启直播时也再度向网友们诚恳道歉。或许张雪峰的话真的有伤害到文科生的内心，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别说是文科生，社会上各个行业归根结底都可以说是服务业，就是为了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最近他在直播时又聊起关于考公的问题。考公对于家庭富裕并只求孩子毕业后能有份稳定的工作的人家来说，考公的确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你若是将考公放到普通人家来说，这个选择就不会是最优的。毕竟考公需要一定的试错成本，再加上你要提前了解所选的专业是否在考公有着诸多可供选择的岗位。一旦孩子的专业并没有合适的岗位可供选择，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孩子就可能需要长时间的备考才会上岸。这话虽然听着挺刺耳，但他所说的又都是残酷的现实。那么张雪峰的专业性有多强呢？就像此前自媒体曾经问过张雪峰，你的专业性体现在哪儿？除了能够记住各个高校的录取分数、专业排名外，此时张雪峰就跟对方举例说，比如同样是计算机专业，学生要报考山东省的高校，山东科技、青岛科技、青岛理工、山东理工4个学校，我问你选哪个？一般人都会觉得4所学校没有啥区别，但是张雪峰就能肯定告诉对方，选山东科技只因在这4所学校里唯有山东科技有博士点。这样一来，考研的学生如果不行，没有考上外校的研究生，也还有调剂回本校的可能，而且学生还能在本科时就跟着老师做项目，增加上岸的可能性。这样看来，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张雪峰时常因为说的话太绝对而屡屡被送到风口浪尖上，却依然能够受到追捧的原因了。前段时间，张雪峰透露自己遇到一个好消息，听到这个消息后，一时间网友的思绪都被拉回到那场新闻学教授与张雪峰关于新闻学专业的网络辩论。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去年6月份高考分数放榜之后，不少家长和考生就开始谋划之后的志愿填报。有一位家长来到张雪峰的直播间，向他咨询孩子志愿填报的问题，称自己孩子考了590分，想报新闻专业。如果我是家长的话，这孩子非要报新闻学，我一定会干一个事儿，就是把他打晕，咣给他一拳，让他昏死过去，然后的话给他报一个别的。我肯定不会给他报新闻的，你随便换什么都比这个强。听到他的这番言论，重庆大学的新闻传播学教授张小强忍不住在媒体账号上怒怼张雪峰是吃着传播的饭砸着传播的锅，甚至还谴责他害人不浅，误导公众。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教授也是站出来呼吁学生和家长不要轻信张雪峰的言论。更有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常新宇在看到张雪峰的直播间后，在媒体账号上发表言论说，按照张老师的说法，他的学习之路是一步错步步错。面对众多新闻学专业的学生以及教授的谴责，张雪峰也是有恃无恐，依旧会在直播里说着新闻学不如其他专业，更是将新闻学贬低的一无是处。一时间，双方的战火在网络上是愈演愈烈。不过，尽管新闻学教授一再反驳张雪峰的言论，但也有不少网友是持反对意见。而新闻学去年的报考率也是在张雪峰的建议下大幅度下降。而作为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常新宇，也是被网友扒出他的家境优渥，试错成本低。他跟需要张雪峰提建议的学生根本不是同一类人群。张雪峰自己也心知肚明，他的建议对于那些没有就业压力的学生是可有可无的，他们也不需要找他咨询，他更多的是面向有着较大就业需求和生存压力的学生，为他们提供咨询服务，
毕竟张雪峰也是穷人家的孩子，或许是有着穷苦的经历，他才认为专业要比学校更重要。而他给出的建议也都始终遵循一个原则：普通家庭的孩子尽量报考有专业壁垒的专业，这样就能确保将来有就业前景。或许有时张雪峰说的话的确是有些绝对的，对于某些专业的确有着不小的打击，但对于那些广义上的寒门子弟来说，他的话确实能帮助自己少走弯路，帮家庭减少试错成本。张雪峰曾说过，或许他这么做也许会伤害到某些企业的利益，或者使某些专业遭到打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张雪峰的建议对于他的客户来说是实用的，也是他们当下试错成本最低的选择。或许在资本家与各大专业领域的教授来看，张雪峰的志愿填报课多少有些片面，并且阻碍到自己专业的发展。但若是换成考生和家长来看，张雪峰的建议无疑是有用的。毕竟相比起盲目的选择自己后半生的职业，有把握的规划自己的后半生更能让他们接受。对普通人家来说，这种有把握的选择就显得更为重要，而这也正是张雪峰为何能够背负着骂声备受追捧的原因所在。